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科技大观园的特派员。台湾正朝向2025再生能源发电配比20% 的方向迈进，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再生能源吗？哪些又不是呢？嗨，同学，你帮我选一个就好，哪一个是再生能源？最直觉的有没有？那我觉得是太阳能，因为毕竟是靠太阳发电的嘛。哎呦，很厉害！我们现在公布答案了。哎，真的是哎。那你知道太阳能电池可以用多久吗？我也觉得可能几年吧，三四五年差不多。那你呢？我也觉得差不多4、5年。我猜大概10年左右吧。哦，是不是呢？让我们专家来告诉你。我们提到的太阳能，通常是指太阳能板接收阳光，把光能转换成电能。太阳能板以半导体材料构成的正极和负极，当阳光照射的时候，会让材料的正负电荷分离，产生电位差，连接两极就形成了电流。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的材料是矽晶，它的稳定性很高，一般可以使用20到30年的时间。1990年代起，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受到科学家的重视，它低成本、构造简单、污染程度低，更是干净的太阳能。其中，有机金属乳化物钙钛矿是热门的敏化材料，光电材料转换效率高，不过它的寿命短。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改善。目前有团队已经开发了寿命超过10年的钙钛矿电池。你们看起来很聪明，想问你们知道哪一个是再生能源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比较聪明。石油不行吗？石油，你认真？是我觉得核能也是。河南。恭喜答错。为什么？想知道原因，我们让专家来告诉你。再生能源是来自大自然的能源，核能利用铀原料来进行核反应，产生热能发电，而且会产生少量的放射性废弃物，不能说是再生能源。不过核能是干净的能源，运作的过程没有任何的碳排放。潮汐能还是风能？选定一个。地热能。地热是不是算？很厉害耶，恭喜答对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再生资源。因为地球本来就有热嘛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台湾啊，在发展地热能的潜能，相当于15座核市场的能量哦。我们让专家为你介绍更多。地热能是一种再生能源，源自于地壳内部的高温岩体。由于地球内部的放射性元素持续的衰变，会释放出大量的辐射热能。地热能发电拥有运转成本低廉、能源供应稳定、不易受天候影响等优点。但是发展地热的挑战也很多，要如何找到岩浆库，也要考量到地质的特性、原生热液的腐蚀性、使用工法会不会影响火山的稳定性等。技术门槛也高，此外也要考量资金不足、法规尚未完备等问题。哈，这样我们更理解什么是再生能源了呢？如果想知道更多科普知识，请上科技大观园网站